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正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我們今天來聊一個我認為正在徹底改變世界運作方式的觀念。你有沒有想過，過去我們好像都把氣候變遷、都市計劃還有公共衛生當成3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就是各做各的。但現在的挑戰告訴我們，這套玩法真的已經不管用了。事實上，這3個東西根本就是同一件事情的3個面向，它們的關係是緊密交織、互為因果的。我先跟大家分享一個，聽了真的很難過的故事。這句話記錄了一個真實的倫敦小女孩，她叫 Ella。她有非常非常嚴重的氣喘，在短短9年的生命裡，她進出急診室的次數竟然高達30次，而第30次，她就再也沒有回家了。這個案子最震撼的地方在哪？在於它成為英國法律史上第一個把空氣污染白紙黑字地寫在死因上的判決。所以這不只是一個悲傷的故事，它在法律上等於是敲下了錘子，證實了一件：我們住的城市環境是可以直接而且致命的殺死一個人。這是一個非常響亮的警鐘。Ella 的故事就帶出了一個更深層也更系統性的問題，這也是我們今天要探討的核心。我們的醫療體系是不是一直都把錢跟資源砸在下游的治療，卻完全忽略了上游的預防？這就好像說，你家水管爆了，滿地都是水，結果你的反應不是先去找總開關把它關掉，反而是全家大小拿着拖把跟水桶在那邊拼命的清理淹水。我們花了天文數字的錢去蓋醫院、研發新藥，去應付永遠看不完的病人，但對於那個不斷製造出病人的環境源頭，卻好像束手無策。說真的，這是一種極其昂貴而且效率極低的模式。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那為什麼說城市是這場危機的核心戰場？因為城市正好是2股巨大力量的交匯點。第一股力量是物理環境上的熱島效應，大量的混凝土跟柏油路讓整個城市像一塊巨大的海綿，瘋狂吸熱，溫度比郊區高很多。第二股力量是社會結構上的高人口密度，人一多，任何風險，不管是熱浪、是污染，還是傳染病，它的影響力都會被放大，傳播速度也快得嚇人。這兩者加在一起，不是1+1等於2哦，而是會產生一種風險的乘數效應，讓城市成為這場危機裡面最脆弱也最危險的最前線。數據更說明了這個問題有多急迫。你知道嗎？現在全世界已經有1半以上的人口，大概40幾億人，是住在城市裡。聯合國還預測，到了2050年，這個比例會一路衝到將近70%。這代表什麼？這代表未來短短幾十年內，又會有幾十億人要湧入本來就已經很擠的城市。你可以想象一下，未來絕大多數的人類都會生活在一個高度壓縮的都市壓力鍋裡面，直接面對氣候變遷的第一波衝擊。我們來看幾個很具體的風險指標。第一個數字7倍。研究發現，一般的城市居民每天暴露在空氣污染中的程度，是世界衛生組織 PM2.5 安全建議值的整整7倍。PM2.5 這種懸浮微粒，小到可以直接穿過你的肺泡，跑進血液裡，長期累積下來，心血管疾病、中風、肺癌就跟着來了。所以7倍，它不是一個抽象的數字，而是你我每天呼吸的空氣裡對身體一種持續性的傷害。第二個數字45%，報告預測在未來10年內，光是高溫這一個因素在城市裡造成死亡人數就會增加45%。高溫是一個沉默的殺手，它不只是讓你中暑而已，它更會讓那些本來就有心臟病、有呼吸系統疾病的患者病情惡化得更快，對整個醫療體系都是巨大的壓力。第3個數字76%，
這個數字揭露了我們這個時代健康威脅的本質已經變了。現在全球所有死亡的人裡面，有高達76%是因為非傳染性疾病過世的。這也就是說，現在真正威脅我們生命的主要敵人，早就不是以前那種會傳染的大瘟疫或細菌了，而是跟我們生活環境、生活方式息息相關的各種慢性病。那什麼是非傳染性疾病？講白了，就是那些不會人傳人，但會慢慢吃掉你健康的慢性殺手，像是心臟病、糖尿病、癌症，還有像前面那個小女孩 Ella 得的氣喘。這些病的共同點是什麼？就是他們的病根都深深埋在我們自己創造的現代都市環境裡，不乾淨的空氣，坐着不動的生活，不健康的飲食等等。他們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個漏水的水管，持續不斷的在為我們的醫療系統制造天大的麻煩。好了，問題我們談了很多，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那解決方案到底在哪裡？接下來，報告提出了一個非常清晰而且很有力量的行動框架，我們可以叫它預防策略藍圖。它不是在講一些空話，而是根據科學證據提出了4個核心的支柱，目標就是要從根本上去提升一個城市的防禦力跟恢復力，也就是我們常聽到的韌性。這4大支柱就像你要蓋一棟很堅固的房子，需要4根主要的梁柱，1根都不能少。第一是從源頭去改善物理環境。第二是強化城市的硬體基礎設施來抵抗衝擊。第三是建立起強韌的社會安全網跟社區應變能力。第四則是直接去處理民眾健康上的脆弱點。我們一個一個來拆解。第一根支柱，環境改善措施。這些方法常常比你我想的還要簡單，但效果卻出奇的好。比方說涼感屋頂，聽起來很厲害，但其實做法很簡單，就是把屋頂漆成淺色，或用一些可以反射陽光的材料，這樣就能反射掉8成的陽光，頂樓溫度馬上降下來，冷氣也省了。再來是都市綠化，多蓋一些公園，多種一些行道樹，不只可以降溫，還能吸收污染物。更重要的是，提供一個讓市民可以放鬆喘息的空間。還有主動式交通，設計更適合走路、騎腳踏車的城市動線。這根本是雙贏，既減少了汽機車廢氣，又鼓勵大家多運動，一舉兩得。第二根支柱是基礎設施與風險控制，這個可以說是城市健康的基石，是公共衛生的基本功，確保每個人打開水龍頭都有乾淨的水可以喝，建立一套能夠應付超級豪大雨的排水跟衛生系統，然後要有完善的洪水風險管理。這些聽起來很基本的建設，在氣候變遷的時代，就好像是我們城市的免疫系統。只有免疫系統夠強，當病毒，也就是極端天氣事件來攻擊的時候，整個城市才不會倒下。第3和第4根支柱都跟人有直接關係。第3是社區的應變能力，這不是只有政府發公文而已，而是要深入到社區裡的社會網絡。比方說，專門針對熱浪的高溫行動計劃，要做到讓社區裡的志工都知道，天氣一熱就要去敲敲隔壁獨居阿嬤的門，問她好嗎？公共場所也要能很快的變成降溫中心。第4就是直接處理民眾的健康弱點，像是透過公眾教育推廣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從根本上提升每個市民自己的抵抗力，這樣在面對環境壓力的時候才有本錢去應對。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講到這裡，最實際的問題就來了，做這些事情要花很多錢吧？錢從哪來？但是，如果我們從投資分析的角度來看，這根本不是一筆開銷，而是一項報酬率極高的投資。數據告訴我們，把錢花在預防，遠比你花在事後治療要划算太多了。這裡有一個很關鍵的投資報酬率模型，你想象一下哦，我們今天投入1塊錢在前面講的那些預防措施上面，那麼在未來整個社會可以拿回來的回報至少是3塊錢。而且這個回報不只是省下來的醫藥費而已，還包含了因為大家更健康、工作效率更高所帶來的生產力。
以及那些根本無法用金錢衡量的更好的生活品質。這是一個效益巨大的槓桿。具體來說，第一個回報就是錢。研究模型估算，如果全世界的城市都積極推動這些預防策略，到2030年，每年可以省下高達700億美元的醫療支出。你想想看，這筆龐大的資金可以被重新拿去做多少更有意義的事情？第二個回報是生命，一樣是到2030年，這些措施每年可以拯救72.5萬條寶貴的生命，避免他們因為環境相關的疾病而提早離開。72.5萬人是什麼概念？這差不多是3個台北市信義區的人口加起來這麼多。每一個數字的背後，都是一個原本可能會破碎，但因此而得以圓滿的家庭。第三個回報是對我們地球的貢獻。其實很少人知道，醫療體系自己就是一個巨大的碳排放來源。醫院要運作，要消耗掉非常多的能源。所以當我們透過預防減少了住院跟治療的需求，其實也間接在為地球減碳。預計每年可以從醫療體系中減少1560萬公噸的碳排放。這是一個完美的3贏局面：拯救生命、節省資金，同時保護我們的地球。聽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這聽起來是一個很理想化的藍圖，但事實上，這整套思維已經不是在紙上談兵了。全世界已經有很多有遠見的城市開始把這份藍圖變成現實，成為引領這場變革的先鋒部隊。當然啦，解決方案絕對不是一套公式全球通用，必須要因地制宜。對於像孟加拉首都達卡那樣正在快速擴張的開發中城市，他們的機會在於可以從零開始，在蓋新的基礎建設的時候，就直接把有氣候韌性的設計放進去，避免走冤枉路。但對於像瑞典斯德哥爾摩這種已經很成熟的已開發城市，挑戰就不一樣了。他們要做的是怎麼去改造現有的老舊系統，讓他們能夠應對全新的氣候威脅。這就需要更精巧的政策跟工程技術。我們來看一個把危機變成轉機的經典案例：巴西的里約。在經歷了一場造成嚴重傷亡的致命熱浪之後，里約市政府不是只有災後重建而已，他們做得更深，建立了全巴西第一個高溫行動協議。這套系統把氣象預警、公共衛生通報，還有社區動員全部整合在一起，變成一個完整的保護網。但它最重要的貢獻是，成功的把氣候與健康這個議題，從一個地方政府的層級，直接推動到全國性的政策議程裡面。另外一個很值得關注的案例是墨西哥市，他們正在做一件更根本的事情，把健康權跟社會正義的原則正式寫進他們的氣候行動計劃裡面。他們的核心理念是，氣候變遷的衝擊對弱勢族群的傷害往往不成比例的嚴重，所以所有的氣候政策都必須優先考慮要怎麼去保護這些最脆弱的群體。這是一種把氣候行動從單純的環保問題拉高到人權層次的深刻思維。好，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第一，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全新的整全的觀念，氣候、城市與健康，它們是環環相扣、密不可分的同一個巨大挑戰。第二，採取預防優先的策略，是目前我們所知道投資報酬率最高的解方，它可以同時創造健康、經濟跟環境的3重效益。第三，在這場全球性的轉型裡面，城市因為它同時具備了足夠的規模跟靈活性，正在扮演一個敏捷創新者的關鍵角色，是我們實現改變的最佳槓桿點。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看到，面對氣候跟健康的雙重危機，城市雖然是風險的最前線，但它同時也是解決方案的實驗室。透過一個以預防為核心的戰略轉移，我們有機會打造一個更健康、更公平也更有韌性的未來。這份分析給了我們非常清晰的藍圖和強力的證據，證明這條路不只是可行的，而且回報非常豐碩。最後，我想留給大家一個問題來思考一下：如果全世界的城市都能動起來，重塑我們的未來，那麼回到我們自己住的社區，我們每天生活的街角，我們可以從哪一件小事情開始，為這場必要的變革貢獻一份自己的力量呢？
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